通常日本在针对我们刚刚讲的协助或者是支出这些防卫的一些相关的经费，特别对于美国的这些经费来讲，到底如何？这部分请教一下老师。主持人提到这个共同对抗侵略啊，从最简化的角度来讲啊，无非是出人出钱，但实际上呢，它是确实比出人出钱要复杂的多。那么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美日军事合作的最新的动态。那今年1月6号、7号，主持人前面提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日本的外相这个林芳正，就是海亚西，还有他的防卫大臣岸信夫，以2+2的形式举行了一个视频会议，就是美日安全咨商委员会会议。那么新确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 Rahm Emanuel 也参加了这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主要是讨论美日双方如何具体的为增强防卫能力、遏制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要采取哪些措施。布林肯在这个2+2会上呢说日本是他和奥斯汀就国防部长上任以后访问的第一个外国。那么1年以后，今年开始的时候，双方又在视频会上见面了。他在会议上表示当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发挥互补优势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竞争和创新上超越任何人。那么他提出来的是，双方要联合研究包括太空防御能力。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这个2+2会上说呢，他们之间的讨论要包括改变我们的使命和角色，以反映日本为地区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的能力不断增强。他还表示说，美日双方要优化同盟力量的态势，加强威慑。那么日本外相林芳正是说呢，国际社会面临着战略平衡变化，单边胁迫改变现状，滥用不公正压力，威权政权扩张等多方面的根本性挑战。那么实际上刚才提到奥斯汀讲说，随着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当中发挥更大重要的作用，这个美日双方在这种协同防卫当中的角色和使命已经有了新的改变。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日本以往是被动的配合美军，现在变成了主动的和美军合作。所以双方在这个美国和日本人在这个会议结束以后发了个联合声明，指责中国持续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表示呢，必要的时候双方会要在一起应对在台海地区发生的破坏稳定的活动。而且双方强调了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也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那么日本呢，是用比以往更强烈的语言重申，要从根本上加强防御能力，以便加强国防，并为地区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的这样一个决心。那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美日双方在商讨的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目前日本方面披露的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日本要聚集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新兴的防御技术进行合作，包括了应对那个高超音速飞弹。因为传统飞弹的防御能力很难拦截那个高超音速的飞弹。那么这次会谈呢，就讨论一个新的联合研究领域，就是定向能量。具体讲就是用高度集中的能量来破坏目标，比方说用那个激光武器、雷射武器。那么这项关键技术也可以用来击落无人机和其他的导弹、飞弹。那么日本方面披露的美日具体军事合作的第2项是要增加对美国和日本设施的联合和共享使用，要包括努力加强日本自卫队在整个西南岛屿群这个地区的态势。那日本这个岛链就是刚才讲西南岛屿群，在日本被称为南西群岛，它是从九州最南端一直延伸到台湾北部。那么它最靠近台湾的是与那国岛，离台湾的东海岸只有108公里。那么日本讲和美国共享军用设施，其实主要是指的在美军在冲绳现有的美军基地之外
日本自卫队新建的军用设施，美国都要共享。那么据日本媒体这样报道的，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进展了，所以这一点就是共用设施已经被写入了联合声明。那么日本的日经亚洲Nikkei Asia 他介绍是说呢，共享军用设施是包括共同存储弹药，还有共用跑道。那么据我以前看到的信息呢，资讯就是说，这个共用设施还包括说美军可以用那些靠近台湾的日本岛屿，在那些日本岛屿上，与那国岛还有其他的石垣岛等等，可以美军使用日本自卫队新建的军用设施。那么这样的话，万一共军日本是这样估计的，万一共军发起对台攻击，共军首先会用飞弹攻击打击台湾的军事设施。那么除了国军会反击之外，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也会加入反击。那美军的反制呢，主要是会用到一种精确制导的飞弹。那么精确制导飞弹会在台海这个潜在冲突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因为它的这个精确制导飞弹的精度不到3米，就是它可以保证说落点在3米范围内，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肯定打到，因此它可以从远距离之外对任何舰船实施精准打击，就是一弹致命，就没有什么舰船能扛住的。那么现在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备战行动呢，已经进展到弹药储备问题了。就是他们现在考虑的是说，第一轮反击之后可能会打光现在在冲绳基地储存的飞弹基数。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在日本西南群岛各个岛屿上储备好足够的备用飞弹。那么日本自己呢，是要加强它的这个飞弹质量，比方讲，它现在有一种12型反舰巡航飞弹，射程原来是200公里，现在要把它扩大到900公里。那么这样的话，它从靠近台湾的日本岛屿上就可以打击进犯高雄、澎湖的中共舰船。所以这个日经亚洲引用美国一个智库叫兰德公司的一个高级政治学家 Jeffrey Hornon 的话讲，说最关键的是精确制导的弹药库存是否位于盟军需要的地方。他说，对于在台海的行动，有必要确保建立储备，不仅仅是支持最初的行动，而且支持随后从美国大陆和夏威夷调到日本去的美国部队。那美国现在军方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东亚地区有一些弹药储备不足，包括联合空对地的打击弹药，还有就是一种在 B1 就 B1 和 B52 轰炸机上携带的一种4.3米长的飞弹，还有就是远程的反舰由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携带的飞弹，还有呢就是在防空瞄准敌方的防空系统一种高级反辐射制导飞弹。美国的国会研究服务处去年6有一份报告，他说这几种类型的弹药呢，目前的采购量相对比较小，因为他们在高强度冲突下呢，潜在的使用率本来不够大，再就是一旦初始库存用完了以后，更换弹药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所以采购量不大。但是目前呢，就是拜登当局因为削减国防预算，也影响到采购。所以2018年财政年度的时候，美国军方是用46亿美金买了68800枚相关的飞弹弹药。2021年财政年度呢，这个购买的这个金额下降到38亿美金，购买数量降低到39500枚。那么今年2022年财政年度呢，美国今年是打算用31亿美金买16700枚。所以这次美日会谈已经在讨论并且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包括是要重新调动部署现存的各种飞弹的弹药储备到东亚地区。这是他的第2项讨论内容。第3项就涉及到前面主持人谈的就双方要签署一项新的叫做5年东道国支持框架，这东道国指的是日本。
就对美军的支持框架，也就是日本对驻扎在日本的美军的财政援助。那么日本去年12月表示说呢，5年内要把中道国对美军的支持呢增加到1.05万亿日元，就相当于90亿美金。那每年比前5年的支出增加1亿3美金，1.3亿美金。那东京还同时提出了要求，就是华盛顿要把增加的资金分配给联合演习和直接加强日美联盟的努力，而不能像过去那样把这笔钱用来做水电费或者给日本当地的工人的工资。那布林肯表示呢，说这个新框架就是这个5年东道国支持框架，将投入更多资源来深化我们的军事准备和互操作性。所谓的小马推着大马这个听起来这个原来都是大马要求小马，这听起来日本是不是也有这个自己小马有他的想法，自己毕竟国家的安全自己还是要自救。由这个部分来讲，一开始所说的小马推着大马，然后这个盟弟则盟兄这个小马推大马，盟弟则盟兄这样的一些概念我想是不是老师可以更清楚的来做一些描述？可能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倾向会还蛮好奇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要说起来这个盟弟当然不只是一开始我们讲的澳洲日本，搞不好台湾其某种程度也像是一个盟弟这样角色。我们就很好奇说，那老师，如果这个现象这个存在，那台湾看起来也是个盟弟，或者这些盟弟应该要怎么样来自处呢？首先呢，跟主持人讲这个小马推大马，盟弟则盟兄这个说法是我最近写文章提到的。那么所谓的小马推大马呢，我是指说在对抗中共的盟国当中，体量小的日本和澳大利亚这2匹小马是在推着步履蹒跚的美国这匹大马往前走。那么所谓的盟弟则盟兄呢，就是说澳大利亚和日本这2个盟弟对美国这个号称领导民主国家的盟兄动作的迟钝狐疑有所不满。那我们上次节目已经介绍过了，今年1月6号，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签订了防务领域的互惠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是为了应对中共在对印太地区的威胁而开始日本和澳大利亚2个国家的国防方面的合作。那么这2个国家都把这个协定视为历史性的突破。那美国呢是提出了防范东亚发生军事冲突的印太战略，其中主要的2个军事盟国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那么这次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防务协议，就是为了增强美国应对中共威胁台湾的能力。那很明显的，有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主动配合协作，美国在印太地区维护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压力呢，就会由这2个军事盟友主动来分担。那对美国而言，这不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吗？但是有趣的就是，关于这个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的安排，拜登当局倒好像是局外人。1月6号这个协定签订了以后，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这个互惠准入协定，这个防务协定签订以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没有就此发表任何声明表示欢迎和支持。那么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相关新闻里，只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那个美日2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的会谈消息。然后呢，1月6号、1月11号，白宫新闻秘书召开了2次记者招待会，他也一字不提这件重要的事。那么这些乖巧的记者呢，也就都忘记了要问这个跟这个日澳协定有关的问题。自然，白宫的新闻秘书普萨克也落得不去主动触及他。那么由此可见，这个防务领域的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实际上是这2个国家主动协商订立的，而不是在美国主导下大力推动安排的。那么为什么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对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默不作声呢？因为拜登当局其实心知肚明，自己是说得多做得少，所以面对这个小马推大马、盟弟则盟兄的现象，拜登当局是无言以对，之后呢也是保持沉默。不过呢，白宫到底还是做了另一种回应，就是1月16号，白宫宣布这个拜登要在1月21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视频会晤，讨论2国的一系列问题。
虽然我们讲啊，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和澳大利亚军事上体量比较小，但是啊，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比日本和澳大利亚军事上体量还要小的国家还有啊。这个1月8号，美国之音有一篇报道，介绍了美国有一个智库叫做国家亚洲研究局，他1月6号发表了一篇特别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的研究者呢，就如何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的问题，征求了美国的6个亚太盟友和伙伴国家，就是这些国家的专家的意见。那么这个报告呢说的，这6个国家是日本、澳大利亚、台湾、印度、菲律宾和越南。那么这个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武力威胁方面，这6个国家最担忧的是中共军使用中短程精确打击飞弹。那其中呢，澳大利亚、台湾和日本认为，台海武力冲突是来自中国的主要威胁。此外呢，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另外一种威胁就是这个，他们用语叫做 non-kinetic， 就是非运动型的威胁，这个指的是南海人造岛上面的军事基地。还有就是中共的在灰色地带的战术活动，那么大部分国家对这些也有很高的担忧。那么具体来讲，就包括在有领土争议地区里面或者附近的建设军事基地或者其他基础设施，在和平时期利用网络和太空资源破坏关键设施，摄取敏感性资讯，在冲突时期破坏民用和军用系统，派遣海警船和海上民兵前往有争议的水域，开展虚假信息活动，经济胁迫等等。那么这些美国的这6个亚太盟友都希望美国更多的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帮助这个地区的国家呢来提升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能力。但是这6个盟友对地区安全的看法和期望与美国有差距，而且各个盟友之间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比方讲，在对中国武力攻台的问题上，除了台湾，只有澳大利亚和日本把它看作是来自中国的首要或者第2大威胁。但是印度、菲律宾和越南不是这样认为。那么虽然这6个国家呢都面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也都在采取行动加强自身的防备能力，但是各国的军事力量呢不可能和中共匹敌，都需要与美国加深防务合作来增强地区防务能力，包括要参加联合训练演习，需要美国转移或者部署军事装备，要联合研发武器装备等等。那么这份研究报告指出呢，美国应当采取紧急步骤，缓解北京对台湾的恫吓和孤立，支持更有力的防御台湾战略，制定更为切实的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应对台海危机的计划。那么这些国家呢，就6个国家还认为啊，美国需要有政府间协调一致的跨部门努力，来阻止揭露和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活动，并且和美国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加深合作磋商，缩小各国在这些挑战上的认知差距。此外呢，这些国家认为，美国应该加快在核导、核飞弹技术、网络作战、反太空等关键领域的发展，要加快其地区性部署，探索合作选项，加倍的改善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地区防卫、威慑和作战能力，这样来应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快速发展。那这6个国家认为啊，美国需要回应不同国家不同的安全观念和诉求，要鼓励在亚太地区呢建立一系列的多边防务伙伴关系。比方有些专家希望美国能够打破过去的禁忌，比方向台湾提供 F-35B 这种短距离起降战斗机。那么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是澳大利亚的 Macquarie 大学的教授 Bates Gill， 他在导言里面说，他说美国有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借助当前的多边防务网络来建设新的网络，以增强多边通讯和联合作战能力为长期目标，以此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军事能力。那讲到这里啊，好像是今天的节目都该讲的都讲了啊。
我最后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是刚刚披露的。这个故事呢，其中的含义我不点破，大家听完以后，可以去做自己的理解。大家还记得去年4月份，美国有一个海军官网站发布了一张这个去年4月4号的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是：菲律宾海2021年4月4号，指挥官布里格斯中校和斯莱中校正在马斯廷号飞弹驱逐舰的导航室监测水面接触情况。那照片显示什么呢？是美军驱逐舰的指挥官正在海上监测中共航母辽宁号，两者呢是平行航行，距离只有几千英尺。那布里格斯中校监测辽宁号的时候呢，是坐在椅子上翘着腿的。这张照片当时在很多媒体上都登过。那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近报道了这个事件的一些内幕。就是最近美国海军中将 Roy Kitchener 是在美国海军水面舰船协会的一个全国研讨会上呢发言时提到说，当时马斯廷号美国的驱逐舰是被指派去监视辽宁号的。那么当时辽宁号还有护航舰队是在南海演习。然后这个马斯廷号的船员意识到说，在某些时候，所有的中国护航人员都在退缩。他说，这告诉我们，中方在航母周围有一些操作限制。但是呢，他说马斯廷号并没有这样的限制，所以美国的驱逐舰可以很好的观察中国舰艇了。所以他说，马斯廷号就继续前进，找到了一个好的地点，并待在旁边，在相当长时间内进行拍照以及做其他事。然后这个布里克斯中校和斯莱中校呢，漫不经心地观察辽宁号的这张照片，很快就传遍全世界了。然后中共官员就在谴责马斯廷号，他们后来告诉美国国务院说，马斯廷号在南海不再受欢迎。那么作为回应呢，美方船员们在他们的海军工作制服上加了一个背章，这背章特地印上去 non grata， 意思是不受欢迎者，故意印这样的字样，他们以中国人感到头痛为自己的荣耀。那么这位美国海军中将表示，实际上在与其他国家的部队近距离接触方面，对美国海军来讲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军会频繁地遭遇各国部队，并且可能在更靠近美国海岸的地方。他认为这是美国海军在管理风险，美国水手们正变得非常擅长管理风险。那这个故事还说明，就中共的辽宁号这个航母编队，它的护航驱逐舰的吨位很大，上万吨，比马斯廷号大多了。但是呢，很显然，中共的护航驱逐舰接到了上峰的指令，不要与美军舰艇在公海上对抗。因此呢，辽宁号的护航驱逐舰，当美军的马斯廷号开过来的时候，美国的辽宁号的护航驱逐舰就放慢了速度，把位置让出来了。结果在辽宁号的侧翼留下了一个海上空当，于是马斯廷号就插进了中共的航母编队，于是这个为辽宁号护航的任务就转交给美国海军了。